开始了吗？我们是大叔大中文。中文。好，大家好，我们每个星期一的北京时间、台湾时间晚上了哦，晚上7点，我们都会欧进行洲中午12点欧洲时间，西班牙时间中午12 12点，点我们都会进行直播。对那这个单元叫你问我答。各位同学，如果有学习中文上的任何问题，或生活上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问生活上的问题都帮他解答，还或者就恋爱上的问是跟我们题也帮他打招解答吗？呼，对，或者是跟我们打招呼，寂寞孤单有点冷的时候，都可以来告诉我参加们们你们在哪里，对对，我们让会告诉你看到你们哪一家棉被比较便宜啊，可以去买。好，那我们已经林子来了，欢迎。对，哇，这个巨恋之城，这名字好对，我酷。记得他原来叫 Real Ghost，对吧？是哎，真的鬼。然后对，真的鬼。哎呀，那个笨叔的这个那个记忆力很好啊。好，小像香香，还有我们的佩霞，这是我的学生佩霞啊，你好，佩霞，好，还有这位不晓得是什么语言，是俄罗斯的朋友吗？是吗？是俄语吗？不知道。出洋啊，达莱库都应该不是完全的俄语，后面两个字不是俄语。对，裴静也来了，欢迎。好，那今天我们当然先广告一下哦，大叔中文在这个 YouTube 上面我们都有这个播客，还有像今天的直播也是大叔中文的直播。那这个还有会员，对，如果喜欢我们3位中文老师、3位大叔的话，欢迎你到油管去订阅我们的大叔中文。对，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我们的内容，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好 ，Subscribe our YouTube channel， 大叔 Mandarin， 对吧？没错，好，订阅好，然后好的，来自Hawaii Paula， 现在几点啊？现在感觉好像应该夏威夷应该很舒服吧？天气现在，对，好 Paula Sam， 茶，命好，还有森养，Ashes 还有这些同学，欢迎你们啊 ，Joe 是吗？还有一些同学要是你的名字我们念不出来，可能会忽略你的名字，或者你们要取个中文名字然后你常常来我们的节目，大叔们就会认识你了对，或者说老师好以后，你说我是谁谁谁也可以。对，我的中文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农平南，你好，好特别的名字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如何提高中文的口语水平。那我想这个问题是很多同学问我们的，每天都有同学这个告诉我，老师我要怎么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我要怎么跟母语者很流利的交流。我想这是大家最想要了解怎么去提高自己的口语水平，怎么说着一口像母语者一样的中文。所以我们今天想要给各位同学一些建议啊。好，但在这之前我很想评价一下我们的会员那个 Gremlin 说老婆不在家的时候好好享受你们的节目。等等，Gremlin， 你老婆会阻止你学习中文吗？为什么要等老婆不在的时候才可以看我们的节目？你老婆可能要他陪他看电视剧啊，对吧？爱情电视剧，我们好多这个朋友都是那个老婆不在家的时候看我们的节目，偷学大叔。可是我们的频都没有道是看美女的节目，对吧？我们的频道是三个男人，为什么女生会不喜欢呢？老婆会阻止呢？好，这位来自韩国首尔的小杨，欢迎。还有方志明同学爱天佑，好喜欢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字很棒哎在很多偶像剧里面，天佑，对，老天都保佑你。老婆是中国人好，这位无名没有名字的人俄罗斯的朋友每次我都看到他，因为这个成龙的这个头像，成龙的头像阿列克西好来 Mary 来了 Jordan， 好，那我们另外的 Mary 吧，对，另外的 Mary。
哇，好多同学哦，今天已经100多打招呼人在线上打了4、5分钟就打完。我们赶快进入正题吧，不然大家以为我们打完招呼就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问我们啊。对，好，那卞叔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因为你的教学经验非常丰富，可能有很多学生找你是希望能够提高口语水平，你会怎么帮助他们，或给他们一些建议啊？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最难的是自己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有的学生就是觉得说口语说好的口语是结果，就是所以就因为他这个心理负担很重，他想啊，我说的中文一定要是准确的、最好的语法，对，然后最完美的表达方式。但其实这个就阻碍了这个很多同学去开口说话。我觉得最难的是真的自己克服这个心理，不要把它想成结果。这个你开口说话是帮助你达到你那么好的口语的一个途径，所以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开口说，不要担心犯错误，因为错误是好的一种学习的方式。我觉得在我的课上我就是会鼓励我的学生就去说，无论他是低级啊还是中级高级，反正就是最好是能够马上开口就说。然后但是当然如果有一个老师能够帮助你，就是他如果很了解你的水平，知道你学过哪些词汇，然后在你学过的基础词汇上，老师再加一些新的词，但是不要太多，然后慢慢的帮你把你会的词汇量扩大，然后在你掌握的词汇量中去表达你想表达的那个意思，然后就是慢慢的循序渐进的来。当然如果没有一个老师帮助你，可能会难一点，因为对方真的不知道你的水平，可能就跟你就好像我们小鲜肉聚会，有时候我们不了解学生水平，如果学生发音特别标准，我们可能就开始就是分享讲快了对，讲很快，像母语者一样聊。对，好，那这个卞叔的意思就是，其实大家最难过的就是自己这一关，觉得自己讲的不够好，反而不太敢开口。那其实你不开口，口语怎么会进步呢？对不对？好。那灿叔，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在增加口语这方面，我也蛮认同卞叔的。大多数其实心理方面的障碍比较多，对不对？对，其实心理方面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很多人都害怕说话嘛。就像我们中国人老被人老说是哑巴英语，也是这个道理，就是不敢说。其实我是觉得，其实还是储存了很多东西，脑子里真的已经储存了很多东西，需要输出。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有些同学可能我是觉得他输入的还不够，就输入的时候他可能会看了很多很多东西，但他并没有记住任何东西，就是一些特定方式可能会很多人会去记词汇可能记了很多，但是我觉得我倒有一点比较实用的建议，就是你多记一些句型，还有一些实用的一些表达。这些东西可能会在日常生活你要说话的时候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觉得说话还是有一个过程，是一个反馈的过程。假如你当开口说话之后发现自己我能说不少东西，对吧？突然之间会有信心。假如你开口说话的时候发现自己说话都是破破碎碎的，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东西，你就会发现没有意思，这说话太难了，越这样越不想说。我所以觉得可以有一个小技巧，就记一些实用的句型还有表达等等，我觉得这个是还挺有用的。对，灿叔突然就是让我想到，就是有的学生达到了一定的口语水平，就选择停留在那个舒适圈里了，因为他觉得我用这些词汇可以表达我基本的意思，就不再去积累一些句型或者是更地道的表达方式。那个错误就永远改不过来，永远是还是也要自己去注意自己的那个准确度嘛。之前我们说要准确度、复杂度等等都有。那其实复杂度和那个准确度也是要提高的。对。比如我给一个学生，我就是给他看那个漫画，让他描述，或者看一张照片，描述那个照片里的内容。我就发现他们可以说最基本的就是照片里有一个人在那儿做什么，但是再去描述手的细节、手的动作就很难，还有这个眼神，比如你很生气的看一个人他就是不知道那叫瞪一个人，对吧？
对，那你很长时间看一个人，他又不知道说他在盯着那个人，所以就是可能你会说最基本的，但是想办法把你的口语再提高一层楼，对吧？再提高到对，就像这个，昨天我们小鲜肉聚会的时候，就是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就有这个看图说话的这个环节，就发现我们其实母语者会觉得很多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挺简单的东西，但是因为学生们都没有经过这种练习，反倒是这些东西都不会说的感觉到很奇怪，有时候反倒是其实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昨天看图说话，就是有一张图是一个人，然后撞到一棵树，然后昏倒了，那我们要怎么说，对不对？所以这个表达就变成很多人不晓得怎么说。比如说他撞到树晕倒了，可能我们很简单这样讲就好了。那可能你没有经过一定训练，口语训练的同学会说他撞到一棵树，然后就怎么了？他没有办法把那个情境很清楚的表达出来。对所以比如说有人在听音乐，没有听到有人跟他说话，我们就说听不见，听不到。对，这个也很多人说不出来。他可能说不出来，他没有办法。他说可能他可能会用别种可能不够精确的词汇来表达。那不过呢，这个我觉得我们现在说的都是一个比较概略性的一个方法哦。我觉得我们再分的再详细一点哦，因为学习中文的学习者有分成初阶 beginner，还有可能 intermediate，可能还有 advanced。我们大部分的学习者都是初阶的比较多，他们可能才开始练习说中文。我觉得这个方面大部分的问题还是心理的问题会比较多，比如说第一个要求过度的完美主义，就是我一定要说的是文法语法正确的，不能有任何错误，导致他每次讲一个句子都想半天，对，这个句子的语法结构。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是这个自己关起门来自己学中文，是的，他没有真正跟母语者去聊天，所以他用的很多语法句型都是过于正式，对，不是我们一般在用的所以这个也是很多学习者的问题。那我觉得初学者要克服口说的问题，最主要还是要想办法多跟母语者去接触。对，我觉得你才能够学到比较地道的表达，而且你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跟母语者接触的经验，你说起中文会比较自然，你的表达搭配都比较自然。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遇到中国人你不会害怕，有的人呢一口讲着流利的中文，看到中国人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这真的是很多的。我们学英文也是这样嘛，我讲一口好英文，结果我看到外国人我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对，所以多跟母语者接触绝对是提高口语一个很好的方法。那我们上次也说过，你们可以用 Hello Talk 这样的 app 来帮助自己学习对，我们已经有一大堆同学。林老师来了，林老师来了，林老师在哪儿啊？林老师，第一次看到 Q&A 直播 K 金是林子老师吗？不是，是王上林老师，对欢迎林老师。林老师，我们还要找你来做，对啊，来录一集。我们要请这个林老师来录一集来录影才对你教我们说粤语吧，来。对呀，确定吗？对，我们不是要找林老师来讨论一下这个两性关系吗？然后，对，我觉得就是学习语言，其实我刚才提到一点，就输入其实真的也很重要。你假如输入很少，你这个就是很地道的语言，其实你是不会的。你只能用一些像茶叔说比较正式的，或者感觉不怎么好的这种中文说话，你还是需要多去输入，比如说多听大叔的中文的这个节目等等，对吧？对，因为我们有很多材料我们加入我们会员之后，还可以得到更多的材料，学习材料都能帮助大家提高你们的这个听力。听力提高之后，我是觉得它会反哺你的口语。听力你足够多的，你有足够多的积累之后，你说出来的东西会越来越地道。这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对，我觉得这个没有错，因为听跟说绝对是一体的。你听力越好，通常你的口语也会跟着进步。
所以我觉得，但是你口语好未必听力会进步，因为你可能说的东西语法句型跟习惯用法都不对。所以我觉得听力相对的来说也可以增加你的口语能力。另外就是我建议初学者不要有太重的得失心，讲错了，讲得不完美，然后讲得不够好，讲得慢都没有关系，甚至你不晓得一个词汇，你可以用另外描述的方法对，来增加自己描述的能力。比如像刚刚辩叔说的，我长时间看着一个人，那这个叫盯着一个人，那你不会盯这个字，那没关系，你就这样描述，我长时间盯着一个人，尽量去用中文去描述另外一个你不会的词汇，那这个对你的中文绝对也会有帮助。好，那我们刚刚来看一下这位同学是在杭州读硕士，希望有一天，你不是已经参加了吗？他是说上来是不是？上来查书的这个直播可以上去。对，我礼拜五礼拜五有聊天课对吧？茶书里面，对，每周欢迎你来参加我的那个聊天课对啊，这也是一个练习口语的机会啊。对，各位同学，李曹老师每个星期五都给你们练习口语的机会。有的人会很害羞，不愿意上来，就是只要点那个链接就可以进到，就不需要注册，你就直接用那个链接就可以跟理查老师聊天了。对，而且真的我发现其实学生胆子比较大，我老看那么几个人，都是那几个，对不对？我每次进来就看到都是那几个。我觉得那几个同学都特别好，他们就没有心理负担，就是不会想那么多人看我说错了怎么办，对吧？对，就不要去想那些，因为本来我们学语言的目的就是交流，你如果给自己太多的限制，或者是太内向了，可能你没有办法有太多练习的机会对，好。HSK3 口语还没进步，就真的我觉得口语真的就是要多练习了。有的同学问我说为什么我的口语都不会进步，我说你每天或每个星期练习口语几次，跟人家练习说话几次，他都说完全没有。那我说没有练习当然不会进步。所以我觉得这个分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是你有环境来帮助你学习这个中文口语，那比如说你在中国那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的外国人未必中文口语都好，那就看他还是要看他自己愿不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去跟中国人交流。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你中文口语就算你在中国，你中文的口语还是不会进步对。那这个我想问一下两位大叔，就是我先问辩叔好了，如果现在的学习者没有这个环境，他只有一个人在家里学习中文，那他要怎么办呢？怎么去有效的增加口语能力？我觉得自己的话，就是低级学生吗？低基础的还是对，我觉得可以就是试着写故事吧，这样但这也不算口语的。我一般会主要其实我有个办法，就是我以前学英文也是用这个方法。如果你身边真的没有母语者跟你练习说中文，我觉得你可以拿一些你有兴趣的中文书，你喜欢读的。我以前就是坐在家里的那个台阶楼梯上面，我就大声的朗读，我把它读出声音来。我觉得这个比如说一篇课文很好的课文，你也很喜欢的主题，我会把它念10次，而且我会念出来。我可能去公园念，我可能去这个路边念，我就是不要怕，不要害羞，路人走过去觉得你神经病都没关系，我就大声把它念出来。我觉得很有效果，因为很多人是默默的念，他不念出来，根本不晓得你念的是对的还是错的。那我觉得你就大声念出来，可以训练你口部的肌肉。我觉得口语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训练你口部的嘴型，去适应中文的发音，不同的地方发音的技巧。所以你念的时候，你念课文或朗诵的时候，千万不要小声的。我觉得你应该大声念出来，让你的嘴巴去习惯说中文时候的那个速度跟节奏。我觉得这个会很有帮助，因为你身边没有人可以练习。其实我想到还有一个，就是之前咱们访问过佳妮嘛，佳妮她有一个方法因为她是很想象力很丰富，她就想象自己在和一大堆人在说话，
这个其实也是我老和我的学生说的一个方法，就是你一定要，因为我们不可能每天都能找到老师上课的，就算有老师，不可能每天都有上课的时间，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星期只有1节课，那别的时间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真的你可以给自己挑一个主题嘛，比如你感兴趣的主题，你聊一下，对吧？比如说我男朋友和我分手了，这种，我怎么办？我怎么骂他？你什么时候看书？你什么时候有男朋友了？不是，就是这么一个主题。对，你怎么骂他呀？对吧？或者你在路上捡到个钱包，你怎么和别人说呀？就是可以给自己想一个场景，设定一个在这个场景下你会怎么去反应？我同意，我非常同意，因为对，还是要集中于你真的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场景。然后比如说那个有同学就直接过来问我说，老师，这句话到底哪一个对啊？这个比如说我12点吃了中午饭，或者是我吃中午饭了，2个都对，但是你如果想到那个语境的话，如果你说中午今天我吃了午饭啊，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语境呢？可能是那个人说，哎，今天你做什么了？你说我吃了午饭，看了电视玩了游戏。那你这个乐在那个动词后面就很好，因为你是给大家介绍你都做了哪些事情。但如果别人说你吃了午饭吗？你说我吃午饭了，也对。所以你要知道在什么样的语境中会用这样的说法才是更对的，不能只是说你突然拿出来一个句子，没有语境问我对不对，对吧？所以这些都是要在口语中根据那个语境来配合的。你可能初学者可能就先找到他们生活中最常用的那些语境，比如说衣食住行，对吧？你去买东西，去饭店吃饭，还有你怎么打车，然后这些都是你真实能用到的，然后你把这个语境中的所有的表达方式可能遇到的都学习一下，这样的话会比你一次性学很多话题，或者学一些你永远用不到的那种话题场景是更有效的。对，还有就是自言自语也是个好方法。有人就是把口语当作生活习惯的一部分，比如说每天早上起床，他就刷牙，好照着镜子，一边照镜子一边对自己说话这也是。我帅不帅？哎呀，今天我太帅了，我很帅，我的牙齿好整齐，我的牙齿好白，这些好像听起来很简单的表达，日常生活可能会说到的。但是你可能不会说得很地道，所以这个你在平常照个镜子自言自语的时候，你会知道自己哪里有缺失，哪个部分我可能没有办法说得很地道，你再去问身边的中国人，然后清楚的了解这个是什么表达的好，那裴静问的这个问题，身处某事件知道他们会对我们的影响，和英文的 be aware of 的意思差不多。就我知道它的影响，那这个问题一个一个来吧。有点复杂就如果有可能出现的危险的时候，那我们就说要保持警惕，对吧？你要警惕一点，因为可能会突然有坏人抢你的钱，或者是发生什么小心一点。对，但是如果是一些这种问题的话，可能我们以前脑子里没有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你觉得这个很重要，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问题，你想让大家都开始意识到有这个问题的存在，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用意识到，对吧？意识到。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这个好像是会这些他举的例子好像是都会让人就是让人注意点什么样行为，对吧？或者需要提醒一个人干什么，比如说第一个注意点，第二个快起床了或者是轻手轻脚一点，走吧，或者是你注意最后一个多注意，对吧？多注意等等，小心一点，都是提醒这种状态的都有言语。但是你说中文该用什么词汇，每个都不一样，这个不同的场景不一样，还是要看你的语境看你跟谁说话，你目的是说什么，对，就不能根据英语直接翻译，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同学说话的时候就直接把他的母语翻译成中文，就有一点奇怪，或者是可能一个英语的词有很多的意思，可能他学了那一个意思之后，
它在所有的语境都用那一个意思。但是中文是不一样的场景不同可能有不同的表达。好，然后这位同学说HSK 7到9级的模拟考试中，我看到翻译的部分希望达到8级，是否有任何方法或书籍可以用于翻译？现在好像有一些关于中文翻译的书籍了直接是有介绍很多句型然后我觉得其实在模拟考试这样的考题中我个人还是建议多做真题了多做真题会更好对，因为真题是一个提高而且它的题型是跟你考试是类似的嘛所以我觉得做真题是会有帮助的就有一本书很有帮助，就是因为到了7到9级的时候，就是那个已经是算很高级的水平了，就是那个近义词的那个区别的部分，我觉得特别的难。那本书好厚对，那本书我就建议，我之前也给很多同学建议过，建议对，就是这个叫近义词辨析是不是还是什么的？近义词辨析1700组词汇好像是近义词辨析，我具体查一下那个书的名字1700是不是？我把那个截图给大家看一下吧。好，你找一下好，那我们顺便看一下下一位同学这个找到了就是我觉得到了高级，就是7到9级的，我觉得就可以看这本书，特别的好，叫1700对近义词语用法对比OK， 特别适合那个外国同学来因为到了高阶的话，最主要一些近义词的区别，你们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掌握所以可以买一些近义词的书来多多阅读会有一些帮助好，林老师说都可以啦好，那我们找机会来邀请我们就回答大家问题吧，我觉得看大家问好多好多。好的东方林是我男朋友，东方林是谁？是谁呀？不认识这是不是哪个韩国偶像怎么说我爱林？我爱林是林老师吗？是我爱你还是我爱林老师然后这个月莹是老同学了我想说中文不要害怕，说错了就有老师会就改这个纠正。对你说错了或者是别人的表情纠正改进，感觉没听懂都是好的反馈。对。好，然后这位这个上次也来过吧？这个 YouTuber Beyond the Media， 跟自己或者跟猫说话，猫也会帮你对，可以跟猫说话可以你说你看你又在这打滚，你又来捣乱我，对又把你的爪子放到我的，可以去描述这些东西的，就像你说，对，就是我觉得这位同学说的很好，就是你要想象自己有个观众。然后跟这个观众聊天那其实很多同学说那我不晓得我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我觉得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最主要也是训练你跟人家说话的勇气你有没有这个足够的胆量去跟一个人讲话如果你常常训练跟一个目标跟一个观众做训练的话我觉得慢慢的你也能克服自己不好意思的个性自己内向的个性我觉得以后遇到母语者你会比较敢张口跟他们交流对，好，还有不知道跟中国人聊什么的时候，你也可以就是把你的手机拿出来，然后就把你的相册打开，然后你找一张你拍过的照片，你说，你看这个照片你喜欢吗？然后那个中国人肯定会评价一下，你说这个孩子好可爱啊，你看他正在这个抓什么什么东西啊，或者是你就听他怎么描述可以的对，其实说到描述的能力，我觉得就是以我自己的学外语的经验，就是大家应该真的要多读一些故事类的东西。对，因为故事东西它有很多描述，就是我们平常不管是看视频也罢，甚至上课也罢，其实都很难接触到这些东西。但恰恰就是这些很简单的，我们中国人觉得很平常的东西，对，你们却恰恰得不到。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大叔要做的一个产品。对。我们要出一本书，一本故事书，就是大家可以通过看这个书来学习这些对这个描述，而且描述能力提高了，你这个口语能力自然而然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提高。
对，而且我觉得就像灿叔说的，就算你们学到高阶的中文，有时候最简单的表达反而你不会，好像听不懂、听不到、听不见，那些表达你反而不会，什么的不得了，那些这个我们很常用的口语表达，你可能也学过，但是你不晓得什么时候要用，所以这个就像我以前教小朋友英文的时候，我也是会念故事给他们听。然后我就会说那个脖子长长的什么什么是什么，然后我们会用描述的方法教小朋友，可能他不会讲那个长颈鹿，那我们用描述的方法，那其实他学到的就不只是长颈鹿这个词，他还学到怎么去形容脖子很长然后脚很长那种比较一般性的表达，所以我觉得各位同学也可以从读故事书开始学习，然后因为故事书通常比较浅显易懂，它用的词汇不会太难，语法也不会太难。一方面你容易懂，有成就感；二方面你也可以学到最浅白、最基本的表达。但是还是要从那个孩子的儿童读物啊，或者是一些就是专门给汉语学习者做的一些材料开始没错，好的，这位同学是大2的学生，专业中文学了对16个月，我来读一下吧。好，来。我是大2学生，专业是中文，我已经学了汉语16个月了。老师们鼓励我准备 HSK 5级考试，不过我觉得自己水平虽然比较高，已经完全考埃及，考级够吧？及格，觉得自己考级没问题。一般我等到自己水平提高，不着急准备考试，因为我的主要的目的不是通过考试，而是真的学会语言，所以不知道怎么办那HSK 就5级，就是到5级6级就是书面语的方向了，就真的是为了你准备考试去学习那到了4以后还是要想办法看你怎么提高口语。就是我觉得这个中文的东西，如果你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试，而是希望真正学会这个语言，那我觉得你还是要大量的输入，然后因为通过大量的输入，你的表达会越来越地道，越来越像母语者，所以我觉得在 HSK 4级5级的学生，我都特别鼓励，甚至是以上的水平，我都特别鼓励他们去看一些中国的电视剧或电影因为我觉得在里面的角色用的中文都是日常生活会用到的，这可能也是学生们最缺乏的口语表达你们可能会用的场合是不对的那种说法那我觉得你多看这个电视剧或电影，因为里面有很多场景是你平常生活遇不到的所以通过看了这些电视剧，看这些影集，你真的可以学习到非常多有意思的表达，甚至还有成语还有跟历史相关的表达包括文化相关的表达我觉得你看电视剧可能吸收中文的各种层面都会比你的课本来得更广所以我倒觉得说看电视剧看自己有兴趣的可能影集或电影会有很大的帮助也了解文化嘛，肯定对因为学习语言到最后都是要学习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还有这个不同的风俗习惯所以这个很重要好，来这个我们的会员这个灿叔来念一下好了这次来谢谢你们说中文很清楚，然后表达方式不太复杂，没有太多说的很复杂很深刻的思维词汇这对我很有帮助你们说的比较慢一点，这样对我听力输入也很有帮助。今天的内容真是太有意思了。对，在我们直播的时候肯定没有字幕，但是每次就是直播以后除了我以外的2位大叔都会把字幕给弄上来。就是各位同学还是会慢一些，说慢一些，慢一些，更容易理解。如果觉得我们现在说的中文还是太快的话，没关系，我们大概这个直播过后1天，我们就会上字幕了，你可以再回来看重播然后是有字幕版的。但是你知道我们的话题，所以你通过话题你可以知道我们今天说话的内容都是
跟这个话题相关的，所以你也可以猜到，也是一个好的听力练习。现在听不懂，但是你回头再看第2遍的时候有字幕了，就明白对到底我们说什么。没错。然后我们3位老师都各有自己的口音，所以我觉得去听不同的口音，也是训练听力跟口语一个很好的方式。我觉得练习口语到最后也必须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哪个明星或哪个中文老师说话的方式，还有他的口音。我觉得到最后这个口语要好，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模仿。如果你能够去模仿母语者，而这个母语者的声音是你喜欢的，他的口音是你喜欢的，那我觉得你就可以模仿他。比如说你很喜欢灿叔的口音，那么你就去看他的播客，看他的视频，你甚至截一段10分钟的视频下来，你去做这个模仿，去做 shadowing， 对，影子跟读法。你可以去影子跟读，比如说灿叔念一句，你就影子跟读，你可以练习个3到5遍。然后去模仿他的口音，因为我觉得模仿口音也是对这个嘴部肌肉记忆，其实是对肌肉这个因为我们有教过很多学生有跟很多学生访谈，他们都有说过这个说一门语言，这个嘴巴的肌肉记忆是很重要的。你要让你的嘴巴去习惯说中文的这个各种位置跟它的动作，所以各位同学千万不要忽视这些技巧，就是模仿。找一个你喜欢的中文老师，你喜欢他的口音，你喜欢他说话的速度方式，或者明星也可以，然后去学习他说话的方式，去模仿他的口音，然后模仿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再做影子跟读法。你去听他一句话，你可以多念几次。像我有的同学是戴着耳机，然后呢听着他一个很喜欢的明星，他就在公园里边散步边大声的把这个明星念的句子再把它复诵几次这个影子跟读法，各位同学不一定要在书桌上面看着电脑这样跟读，你平常在外面运动散步的时候都可以做影子跟读法，它是没有地点的限制的，只要你有手机有耳机就可以做影子跟读所以就是看你要不要边听边读的话会更好，因为你要调动耳朵去听，练发音的话，对。那我觉得这个中文到最后声调会是大家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非常的推荐模仿还有跟读的方式，因为声调一直是中文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你声调要正确，人家才不会误会你说的词汇所以我在这里非常赞成大家用跟读或模仿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声调，因为声调不只是这4个声调而已，不同的词汇几声几声的搭配又有不同的这个声调变化，然后有些字要变成轻声那个中文的声调非常复杂，你就不要去记那个规则，你不如去模仿母语者怎么说话快，小鲜肉有问题啊，海鸥的问题小鲜肉的问题一定要先插入进来笨叔赶紧回答这个海鸥 Samuel 海鸥在哪 Samuel 在哪里？在12点36分的时候的什么？我才看到7点你是我们是7点，我们不在一个时期海鸥你是海鸥来了好，来，那变叔念一下吧。海鸥说，从你们念完然后回答外语的经历来说，练习口语时紧张的忘记词汇，你们怎么办？来，变叔怎么办？我一般就是我先试试自己能不能用解释或者描述的方法就是说出来，比如说我想说杯子吧，那我忘了杯子怎么说，我就是说那个可以放咖啡的可以放水的那个东西就是或者更简单的就是直接问那个人用中文说怎么说 cups 怎么说 glasses你也可以问然后他告诉你之后，你接着用那个词，接着继续你的交流。再讲一次，对不对？杯子，对，你先问他一下，然后你知道了之后，你就可以讲，或者就是干脆就回避那个词。我觉得你肯定有一个别的办法了，或者是别的话题想要说，就是可以绕过去，不要因为那个词让我变得更紧张，然后我就停在那儿不敢说了。
你就是还是要保证你自己可以一直输出。舒服的输出。其实我觉得这个他问的问题里头有一个词很关键，紧张。为什么会紧张？紧张是这个紧张这个忘词，它是一个表现方式，它整体和中国人说话还是紧张，所以怎么克服紧张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怎么去有更多机会去说，让自己说顺了，可能他慢慢不会紧张，慢慢才不会忘记词汇，才能怎么地都能，就算忘记词汇也没有关系，因为像笨叔说可以用简单的表达方式，或者演出来啊，就是对啊，我之前有个同学安娜，她就好像她不喜欢说中文，任何情况不懂，她都用中文去表达，就是她可能首先已经克服紧张的心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无所谓，她心里已经无所谓了，忘记这个词又没有关系，那可能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对，其实海鸥说的是大家学习语言的一个通病，我想我们都经历过，我们学习外语，我们自己学习英文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会紧张，会不好意思跟外国人讲话，我会没有自信，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会有的，所以我觉得你要怎么去跳脱这个舒适圈，那就是你必须多接触会让你害怕的东西，让你习惯它对。就我之前有过这样经历，就有一次我就是坐公交车上嘛，那时候英语特别不好，然后旁边就是坐着一个外国人，然后我就想心里就酝酿我一定要跟他说一句外语，然后自己想了10分钟，然后默念那句话默念了好几遍，然后就自己在大脑里就是导演，就是如果我说话了会说什么啊，结果第一句话说出来就卡了3次，然后就特别的尴尬。其实大部分的母语者都是友善的，所以我觉得不用太过紧张，大部分的母语者都会有耐性听你描述完这个东西，所以像我今天跟达菲聊天的时候，然后我就讲到那个风力发电机嘛，然后我不会讲它的英文，我就说那个 wind power， 然后手势用你的手势去，我觉得手势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语言，你可以用手势加强你的这个交流的这个能力。他就说turbine， 他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那个风力发电的东西叫 turbine，我又学了一个单字了turbine， 我就念了很多次，我现在就永远不会忘记这个词。所以各位同学，你就像Ben叔说的，你用另外一个方式跟对方描述这个东西 wind power，然后他就知道 turbine， 然后你发现你会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词汇，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而且会让你的记忆力长久的留在脑海中，永远不会忘记，所以千万不要害怕，你就大胆的去描述你忘记的词汇，然后你得到了这个词汇，你反而永远不会忘记了，这个词汇就永远留在你的记忆里。很多同学说找不到母语者，我突然想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大家可以下载那个就是中国的那个约会的交友软件啊，比如那个什么探探啊、陌陌呀，然后包括 Tinder 上也有，就是有的人他那个照片特别的好看，就是你看起来就是像一个中国的大明星，但实际上他们是那个骗子，就是不是他们要卖你比特币的那种，然后他们会特别耐心的跟你聊天，找这种骗子练习中文嘛，因为想要骗你的钱，不要被骗哦，你们不要被骗哦，练习中文就好了，不要被骗。对，他们那个照片一看就很假，但是他们会很有耐心的跟你发信息啊，因为他们觉得你可能是一个潜在的那个上当受骗的人，所以你可以跟他们语音也可以，就是加一些语音，但是你不要上当受骗就好。这很好的方法，剑走偏锋啊！我觉得这个约会的软件，当然各位同学想要找男女朋友可以试试看然后而且我们真的也听过一些例子，就是真的还找到了另外一半，也有这样的例子所以这个是一个好方法但是当然是自己你一定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圈，要去开始接触母语者。我觉得增加口语的方法最棒的还是要跟母语者接触，因为最终你学习语言是为了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民、文化、历史背景等等，所以接触母语者是最好的途径。你不要房门关起来，自己读教科书，自己读这个语法书，这样的中文是不会地道的。其实到最后你还是要学习地道的口语表达。
所以接触母语者绝对是我认为是最好的方法。那你如果遇不到母语者，第一个 Hello Talk 可以去找语伴，我们介绍过蛮多次了。第二个就是 Ben 叔说的，你们可以去下载一些约会软件，但是注意不要受骗了不要被骗了。第三个就是加入大叔中文的小鲜肉，这也是一个练习口语的好方法。第四个呢，就是每个星期五来参加理查老师的聊天课。对，真的，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方法，但是我建议各位同学尽你所能的去接触中文老师，因为现在在 YouTube 上面、Instagram 上面，然后这个 Facebook 上面，其实有很多中文老师在教中文，免费教中文，你都可以通过他的短视频去认识这个老师，然后多跟这些中文老师接触。比如说你评论嘛，你就留评论说老师我很喜欢你的视频，怎么样的，然后多认识一些母语者，我觉得接触母语者绝对是增加口语能力一个很好的方式。没有的话跟那个 Siri 聊天也可以。好，我现在好像最近看那个 AI 的也很厉害，他连那个地方口音都能模仿出来，就是你要训练一下 AI， 你跟 AI 说，就是说你不要跟我说那个完美的中文，你不要说最标准的，你自己也犯一些错误，然后加一些那种这种中国人的停顿或者是中国人的语气词什么的，你只要把这些训练的词，这种训练语跟这个 AI 说好了，他们也可以这个跟你对话。对，好，那有同学已经在房间里面跟我们模仿我们。好，Mary 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入小鲜肉。对，而且呢，念3、4、5加入小鲜肉最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跟我们大叔们聊天之外，还有很多学习者是跟你一起学习的。所以你会发现你有很多同伴，是跟你很多语伴同伴是跟你一起学习的。那你们的水平可能差不多，可能他的水平比你好。那我觉得当你有学习的伙伴的时候，你会更有动力的去学习这门语言。所以我觉得小鲜肉最好的部分，除了是有我们这些老师在帮助你们之外，还有最好的就是你有很多同伴跟你一起学习。好 ，OK， 我们还有好多问题没有回答，不过呢，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这位同学问我们什么时候有直播星期一晚上7点北京时间，欢迎你来油管 Facebook 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北京时间对，北京时间，然后西班牙时间是中午12点好 ，OK， 那我们因为太多问题了，没有办法一一回复。各位同学，如果你的问题还没有回答的话，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在油管的评论留言，你在 Facebook 留言我可能没有时间看。那还有就是你也可以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的参加我们的直播还没有订阅那个大叔 Mandarin 的一定要 subscribe our YouTube channel 对，因为我们的大叔中文油管已经快要破万了所以大家赶快让我们破万吧，赶快来订阅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让我们告诉你们的朋友，比如说玲子拿起你老公的手机点一下订阅。可以，这没问题。好，所以呢我们每周都会给各位非常有意思的怎么增加自己中文水平的这个话题所以希望大家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好，大叔中文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大叔中文不见不散。对，下次见，拜拜。